好，35分钟了，现在是小的这边降温的话要快一点，这边-4度了，这边还是12度，但是摸着有点冰了。这边它空间小嘛，感觉这个制冷效果应该还是可以。现在把它拿到车上去试一下，看一下我的空间。他说可以换，而且可以换其他的款式，就是把这个退货，然后再换其他款式就可以了。看一下这个空间还能不能再放大一号的，因为这个没有把手，如果拿回家的话不怎么方便。其实还是想要一个带轮子的，它这一款是可以选装带轮子的那一款式。这里有一个拉杆，但是拉杆伸出来的话大概是在这个位置，稍微有点长，就是看一下这个位置行不行，能不能放在我那个座位上面，先下去看一下吧。先来看一下后排的空间吧。我后排放进去就大概这样子。如果坐在这的话，这空间感觉还是可以的，可以用。但是这里应该要把这边垫平，垫平的话大概是这么高，基本上和这个窗户是齐平的。放在后排是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。散热孔哦，散热孔在那边，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它散热。好，这个位置是之前考虑过的，只能这么高。如果再大一个型号，它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位置啊，所以说会把它这个把后视镜挡住。横着放的话，好像还是勉强可以放，但是有点影响挂档，稍微有一点。宽度应该差不多，看一下要不要买那个带拉杆的。带拉杆的话，它大概是突出话应该是在这个位置，好像不影响它放啊。可以选那款带拉杆的，这个位置其实还是可以睡的，稍微有一点点高啊。好，刚才到车上去测试了一下，这个冰箱是可以放在前排的，而且可以加那种带轮子的。带轮子的这里也会加一个横杆，到大概这个位置，应该可以放下。这个冰箱运行了大概我看一下，从4点多5点，从5点钟开始，现在是10点，现在是10点半。刚才最低温度能够达到-19度，我这边温度全部设的是-20度。然后这边也是-20度，左边和右边都是-20度。好，但是它这个温度左边的话空间比较大，最多就是-10度左右，这边能够达到-19度。但是看一下这个效果，这里还是结霜了，结冰了。这边结的比较快，这个冰盒是刚刚才放进去的。这个水是5点钟就放进去了，里面加了洗洁精，不知道，反正还是比较冰的。加了洗洁精，不知道能不能冻住，先放这里。它最多就达到-19度，这边-10度左右。估计这里面要是东西放满的话，它保温效果估计要好一点，制冷效果很不错。结冰不知道行不行，因为测试的时间比较短。这个是要给我退货的，它这边是可以打开就亮灯，然后这边估计是不知道怎么说，反正这里有一个坑是被撬过的，这里也不会亮。他明天给我重新寄一个，重新换了一个款式，这个是直接退货的。说一下这个声音的话，感觉没有那个300多的至高冰箱好。人家那个声音完全就听不到，这个家用的和车用的完全感觉是两码事啊！这个声音太大了，感觉是接受不了，而且还是稍微有点震动。反正还是等后期测试吧，明天就寄回去了。
今天晚上，这个电量也没法测试，先把它关了吧。这个是完全冻住了，我从那个大冰箱直接拿出来的，放在这里面，看像明天早上会不会坏，会不会化掉？看看它这个保温的效果，就是不带电的保温效果。后期测试只能等下期了。感谢大家观看我视频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哦，对了，刚才忘了一件事情啊，现在我们设的是最大功率，就是快速制冷模式，然后现在选择 ECO 节能模式，然后再把它这个温度，之前调的是零下20度、零下8度，这边是零下19度，把这个温度调到零下的调高一点吧，零下5度吧。这边也是零下10度，应该没问题。好，它这个压缩机就停止工作了。现在看一下，哦，完全是不费电的，它就是达到了这个。现在就是我这边设的是，一个设的是零下5度，这边是零下5度，这边设的是零下10度。只要低于它设定的温度，压缩机就不工作了，然后就完全没有声音了。这个也是0，刚才应该开的是最高功率，现在是节能模式。节能模式的话，达到设定温度，低于设定温度，它这个压缩机就全部停了。哎呀，要是有这个声音就好了。刚才那个声音实在是太大了，感觉世界一下就安静了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早上好，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。现在通电测试看一下它的温度是多少。这个还是冰的，然后这边是冻的冰块，冰块还有一点。这个饮料还是冰的，要想这个完全冻住是不可能的。有一定的保温效果，但是雪糕的话绝对是不行，或者是你放的菜放里面应该是没问题。好，现在可以把它收拾，然后打包寄回去。这个给它装好。